大家想象一个情况哦，你突然接到一通视讯，画面跳出来，是你很熟的家人，看起来超紧张的，声音也一模一样，说他出事了，急需要一笔钱。结果你眼前的这张脸，你听到的这个声音，竟然全部都是 AI 精心伪造的。这听起来很像科幻电影，对吧？但这就是即将甚至已经在发生的现实，而且会冲击到我们每一个人。好，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这个大问题。首先，我们会从一个真实的交易员法律梦魇开始，让你看看为什么现在眼见不一定为凭。接着，我们会钻得更深，去聊一个很头痛的法律概念，叫做我可能知道的辩护，看看 AI 是怎么变成诈骗集团的终极共犯。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会告诉你，到底该怎么建立你的数位堡垒，来保护好自己。没错，要了解未来的威胁，我们得先看看现在已经发生的问题。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叫做柯君耀的加密货币交易员。这位柯先生呢，他平常就是在各大平台上面做 P2P， 也就是点对点的加密货币买卖。这在我们币圈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交易方式。好，那现在这个案子最有趣的地方来了，这笔关键的交易它是在交易所里面的内部转账。这种转账有什么特色？就是快，又不用手续费。但这也代表它同时绕过了某些传统的金融验证程序。根据法院的卷宗，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柯先生他有尝试去验证对方的身份，这个人叫 Aaron， 他很明确的要求对方提供 KYC 资料，也就是认识你的客户验证。他甚至还说，如果不验证，这笔交易很可能会被当成洗钱，他可不想被警察抓走。可是问题来了，就算他做了这些看似尽责的查证动作，这笔钱最后还是被查出来源头是诈骗集团。结果呢，柯先生就这样卷进了一场超大的官司，被检察官用诈欺跟洗钱罪的共犯起诉。好，那这件事就直接把我们带到整个问题最核心的法律地雷区了。有一个法律概念听起来有点绕口，叫做不确定故意。我们今天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我好像知道，但我不管的这种尴尬处境。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关键就在这里，检察官他根本不需要证明你打从心底希望犯罪发生，他只要能证明你有预料到这件事可能会变成犯罪，但你觉得没差，发生就发生吧，然后你就继续做了，这样就可能成立了。这句话就完美的说明了那个灰色地带。你看，这是我们直接从法院判决书原文抄下来的。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预见其发生，而其发生并不违背其本意者，就是这条线划分了你究竟是共犯，还是一个无辜的倒霉鬼。我们来把它讲得更白话一点，直接故意就像是我拿着枪，我就是要瞄准目标把它打下来。但是不确定故意是什么，它比较像是我朝着一群人开枪，我没有特定要打谁，但如果真的不小心打中了某个人，那我也认了。懂那个差别吗？好了，那现在我们把 AI 这个变数加进来。大家想想看，如果你用来验证身份的那些证据，像是视讯证件照本身都可以被 AI 伪造的跟真的一样，那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就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问题了。如果你跟一个 deepfake 的深伪影像做了视讯 KYC， 你还会不会被法官认为你这有不确定故意？你看 AI 给了诈骗集团一个完美的保护伞，但反过来却让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人几乎找不到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AI 技术现在可以说是准备好要系统性地摧毁掉我们过去最信任的各种验证方式了。从可以通过活体检测的 Deepfake 视讯，到复制你家人声音的语音电话，到看起来完美无瑕的假证件，甚至是伪造一整套的交易记录来建立假身份，几乎无所不能。这就直接演变成一个法律上的超级大灾难。你想想，当眼见为凭跟耳听为真都已经靠不住的时候，检察官还是有可能站在法庭上对着你说，你应该要知道那是假的。就算你面对的是一个连专家都可能分不出来的超高拟真度的 AI 生成影像。
好，讲了这么多可怕的状况，那既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威胁已经兵临城下了，到底该怎么建立我们的防御工事？接下来我们就提供一些非常具体可以马上执行的步骤给每一个人参考。首先，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保护自己的关键就是建立一套 AI 没办法那么容易复制的验证方法。比如说，跟你的家人约定一个只有你们才知道的秘密、安全词或暗号。以后碰到那种很奇怪、很紧急的请求，先对一下暗号就对了。那对于做生意的，尤其是币商，该怎么办？解决方案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绝对不能只靠单一的验证方式，你必须导入可以侦测深微影像的活体检测技术，而且要交叉比对很多不同的数据来源来确认身份。最后，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在一个什么东西都可能是完美伪造的世界里，当科技一步步侵蚀我们相信自己眼睛、相信自己耳朵的能力时，我们对于信任这2个字的定义势必得跟着进化了。